宝来了！哇，充电宝是黑色的，这是属于1万毫安时。哇，非常好用的，这个只卖10块钱而已，平时卖15块钱，现在卖10块钱，只剩下2个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快点把钱转到我的银行户头。嘟嘟嘟嘟，字体很大，看清楚了，转。OK， 我们现在就等着你来买哦。哇 ，Alice Tan， 哇，非常谢谢你，爱你哦！只是10块钱，这是你的啦，谢谢。OK， 还有一个，我们还剩下1个充电宝，我们准备快的卖出去。谁是我们下一位买家呢？哇，太好了，Emma， 哇 ，Emma， 谢谢你来购买哦，非常谢谢你。那现在2个充电宝已经卖出去了。我们今天在店里为你准备了很多产品，如果你愿意，快点分享这个视频，分享给更多人看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我没想到东西卖光了，我知道今天的销售很好，我们应该去庆祝。好，一起吃晚餐。可以选择木卡茶、火锅，或者是日本餐。日本餐。日本餐。是的。好啊。那去后港还是市区？市区。什么事？你是口气商？怎么了？我有事要告诉你。不，谢了。Oliver 有些事要告诉你。出了什么事？只是生意上的事，别担心。待在车里，我很快回来。Oliver 说你欠他的钱，我是来收钱的。我告诉了 Oliver， 我已经还清了。你告诉他不要再骚扰我。欠 Oliver 的钱最好还清。兄弟，我们回头见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打电话报警。Hello， 警察，我老公被2个男人袭击。Sir， 受害人是 Mr. Koji 上，刚才医护人员来过，他们评估他的伤势不严重，受害人拒绝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。有几个嫌犯涉及这次的袭击？受害人说有2个男人。有目击证人吗？受害人的妻子 Cathy Cole 是他拨打999报警，但他说他没看清楚嫌犯的样子，他在那边。谢谢 ，Grace， 问问他太太知道些什么，我和受害者谈谈。阿飞，你看看这里附近有没有警方电眼可以协助我们调查 Yes sir。Hi Mr. Cole， 我是刑事侦查局的高级调查员 Sean Tan， 我想跟你了解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好的。你认识嫌犯吗？不，我不认识他们。你能形容嫌犯的样子吗？
那是2个马来男子，一个差不多我这么高，他穿着蓝色 T 恤牛仔裤；另一个比我高些，他穿霓虹绿连帽衫，他也穿着牛仔裤。他们在攻击你之前说了些什么这重要吗？他们攻击我。，Mr. Cole？一般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动手打人的。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，这对调查有帮助。那个嫌犯在开始打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只是要打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在打你之前说了些什么 ，Mr. Cole？他们提到我欠了 Oliver 的钱，但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告诉我发生什么事。好的，当时我在我车里，其中一个敲我的车窗，我摇下车窗，他就提到 Oliver 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打开车门下车。突然他就打我一拳，我赶快跑，但他们追上来，开始对我拳打脚踢。如果你不知道 Oliver 是谁，你为什么还要下车？那好吧，我知道 Oliver 是谁，但我没见过他本人。我只是跟你借了1000块，我已经还了1500块，你怎么还说我欠你钱？不对，你还没还清利息，所以你现在还欠我4000块钱。简直废话！我们说好利息是500元，多1分钱我都不会给你的。那好，我会过来找你。来找我呀！你以为我怕你？Oliver 是有执照的放贷商吗？我想不是，我在 Facebook 广告看到他的电话，但对我来说，我欠他的钱我都还清了。Mr. Cole， 那不是无牌非法放贷商的经营手法，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你一直还钱，所以他们不会遵循固定的付款机制，几时还钱，要还多少钱由他们决定，所以最好不要向他们借钱。我明白。他们打了你之后，接着怎么样？他们分头离开，一个跑向第10座祖屋，一个跑向第6座祖屋。你有 Oliver 的号码吗？有，我给你电话号码。谢谢。我建议你还是去给医生检查一下，以防万一。好的。如果 Oliver 再联络你，或者你想起其他事，请让我知道。Sir， 说话人的太太告诉我，她大部分时间在车里，没听到或看到太多事。她是在嫌犯逃走后才发现丈夫被打了。她不知道嫌犯是谁，也不知道袭击目的。我检查了附近的警方电眼，也要求取得录像。很好，希望警方电眼能够协助查到嫌犯的身份。你们干得好，谢谢。我们走。案子有最新消息吗？没有电眼拍到袭击的情形，不过我们还是发现了嫌犯，他们从第8座祖屋朝不同方向逃跑，其中一个朝私人住宅区跑去。还有另一个嫌犯呢，穿连帽衫的那个。我一直追踪他，查到他在东林福上了一辆私照车。幸运的是，影像清晰，可以看到车牌号码。这里。我联系私照车公司，他们给了嫌犯的资料，这就是嫌犯。他今年16岁，跟中央速毒局有未了结的案子。跟速毒局联系后，我发现他明天要去报到。但问题是，他明天去报到吗？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这起袭击案的嫌犯，那他可能会去中央速毒局报到。既然我们知道他会去那里，明天就去抓他。Grace， 联络速毒局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。Yes, sir。
我是高级调查员双探，来自 CID。你代表无牌放贷人骚扰债务人，我们现在逮捕你。靠上。是的，我在那里，但是只是负责录像。你负责录像？为什么？我朋友阿曼尼叫我录像，他叫我拍了之后发给他。你知道谁是 Oliver 吗？我听阿曼尼提过他的名字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告诉我出了什么事。阿曼尼联络我，说有工作给我，他要我去帮他殴打一个欠钱的人，而且要录下打人的视频。我帮忙录视频和打那个家伙，他会付我500元。我以为你说你只是录下打人的视频。我踢了那家伙，踢一次，1脚而已。那个视频在哪里？在我手机里。告诉我打人的事情。阿曼尼说有人给了他地址，还有要找的车牌号码。所以当我们到了那里，就四处查看。就是那辆车。怎么做？奥利弗说要等那家伙出现，然后就打他，录下整个过程。我们现在躲起来。我没想到东西卖光了，我知道今天的销售很好。我们应该去庆祝。好，一起吃晚餐哦，可以选择姆嘎达火锅，或者是日本餐。日本餐。日本餐。那么之后发生什么事？阿曼尼说我们分头离开，所以我过后就回家了。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？有，在我手机里。找出来。这是他的照片吗？是的。你最后联络阿玛尼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，在我来速度局之前。好的，我要你发简讯给阿玛尼，要他来跟你会面。再等等，发现目标了。现在行动！啊！警察，站住！站住！警察！我是高级调查员双探，来自 CID。你是拿着阿玛尼米穆哈曼哦？是的。你涉嫌代表无牌放贷人骚扰债务人而被逮捕，铐上。是的，我攻击居上，因为 Oliver 叫我打他。谁是 Oliver？ 就是借钱给我的那个人。你借了多少钱？只借了500元。我告诉他，
1个星期后我会以850元还给他。Oliver 说，如果没还钱，每星期将收取200元的延迟费。但1星期后我就还不了了。那后来怎么样？既然你不能还我钱，我有个提议，如果你帮我做一个欠我钱的人，我会付你1200元。200元会用来还你的债，剩下的1000元就是你的了。但这是犯法的。我可以派你去打人，也可以派人去打你，你自己决定。所以我答应了。接着下来，他把那个人的名字和地址发了给我。他叫Koji上，我们去打他，还录了像，然后就把视频发给 Oliver。过后又发生什么事？他转账了1000块钱到我的银行户头里。有 Oliver 的电话号码吗？有。你有没有联系到 Oliver？ 我尝试拨那个号码，但已经打不通了。这是一起受害者向无牌放贷人借钱而遭到攻击的案件。基于刑事侦查局人员的机智和迅速行动，肇事者很快就落网，并遭到法律的制裁。过去2年，超过190名青少年因为涉及非法放贷活动而被捕。警方吁请青少年远离一切大耳窿活动，并提醒青少年在从事兼职工作时要格外小心。特别是那些向你承诺能快速、轻松赚钱的工作。根据放贷人法令，首次犯下大耳窿骚扰罪名的人将被判长达5年监禁，多达6下鞭刑和罚款至少5000元。协助无牌放贷业务的初犯者，一旦罪名成立，可被判长达4年监禁，多达6下鞭刑和罚款至少3万元。如果你知道有人涉及非法放贷活动，可以拨打警方热线1800-255-0000，或上网 police.gov.sg/eyewitness 提交信息。你也可以拨打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的 XR Long 热线1800-924-5664，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。公众应该远离大耳窿，不要以任何方式跟大耳窿合作或协助他们放贷。如果你需要贷款，可以上律政部的放贷人注册局的网站查询合法放贷商的名单。最近本地再次出现一种新的工作骗局，有骗子邀请受害人加入一种新的工作，只要他们通过购买戏票，就能轻松赚取佣金。从今年4月1号以来，警方接到17起这类案件，这些受害人总共损失的金额至少20万9千元。他们之所以上当，是因为骗子冒充网络营销企业。这些骗徒告诉受害人，只要帮忙购买戏票和执行其他任务，就能赚取丰厚的佣金。受害人受到佣金的诱惑，随后就会通过骗徒提供的网站上网购买戏票，还有执行其他的任务。然而，当受害人无法从网站上取得佣金的时候，这才发现自己坠入了骗子的圈套中。请通过以下措施保护自己，避免上当：保持警惕，不要接受那些向你承诺很轻松就能获得丰厚回报的工作。不要从没有经过验证的来源下载应用程序或浏览网站，千万不要过账给你不认识或没有见过面的人。提高警惕对预防诈骗案至关重要。你只需花几分钟时间，仔细查看那些可疑的请求，并核实信息的真假，才提交任何资料和付款。要寻求意见，请拨打反诈骗咨询热线1800-722-6688，或浏览 www.scamalert.sg。这一集的神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我是王若成副警监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